哎呀，哎，不是每一个男的都会安慰人的。我们的那套词儿就是没事儿，这算啥呀？能咋的？能咋？能咋的怎么办？所以这已经是直男安慰人的最高水平了，对吗？最顶级的就是他说他的困境啊，噼里扑噜噼里扑噜，非常崩溃，说我怎么着，然后旁边哥们儿，那咋办？你这种，还有那种他说完困境说，所以咱一会儿去吃啥呀？这比较常见。所以你们判断王玉的那个现场是他的确没注意到子泰的情绪，还是说他可能注意到了，只是不知道用哪种方式来安慰，所以就开始进入谈工作来转移话题？解决问题。肯定没注意到，我感觉没注意到，应该不会有一个男生看另外一个男生哭了，然后装没看见吧？应该不存在这种事儿吧？怎么也得问你咋了？你咋了？对，怎么也得问一句吧。但子泰这次哭其实我是最没有想到的，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镜头前展露出的那种整体的状态不太有所谓，而且就是懂事儿。他会把身边所有人照顾得非常好，而且所有人情绪的时候都想在他身边，就他能给一个最坚定的支持、拥抱和安慰。但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一点，就是那谁来安慰他呢？他也是0分，但是也不是王宇没有发现，也是他专门避开了。对他其实很害怕在别人面前袒露他的这一面。是的，他在车上的时候，由于距离近，他声音都没有发出来，推开门才开始抽泣。我觉得这种克制也到了太极致的情况了。我觉得这个太极致了。我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，就是在20年。反正就是那一年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不顺，有中途腰斩的，有最后面临门一脚失败的，就所有的事情都是失败 ，no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坐在回学校的那个车上，我也没觉得说多难过，但是我就看着窗，我说我怎么回事？怎么就给我搞成这样子？然后那个泪水就突然间下来了。就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。你考研了，子琪？没考研。你看这是男生，他在说他流泪，他你考研了，你考研了，我在流泪，哥们，没特别理解，真的特别理解，我超级懂那种。行了，别找我了。哎，其实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的这个哭，就底层那个心理状态。其实跟子泰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这是职场的特别典型的一种沮丧，叫你会发现说你努力无效。对，因为你在学校里所有的努力都是有效的嘛，对吧？你多背2单词儿，你就是多得2分呢。但是你会到职场的时候，突然就发现说，你有可能努力依然不会赢，你就不知道怎么抓住这个机会。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，确实。但其实子泰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词儿，跟鲁豫老师沟通的时候说到一个词儿，也让人很心疼，就是他说我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小孩，然后鲁豫老师当然也讲了，说其实不是一个小孩应该有的优良品质，懂事。你们生活中从小到大有人说过你们是懂事的小孩吗？我还算是懂事的。俊林呢？好像我就没有什么叛逆期之类的。那我知道了，赫还在后头呢，还在后边，还没到。原来我之前有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就是跟媒体特别自信声称我从来没有叛逆过，后来就突然有那么1、2年就叛逆了，就不行了，说什么都是错的。然后我一想，这不就是15、16岁青春期的那个状态吗？叛逆期的是。哦，就是说叛逆期是人生必经的一段经历吗？我现在感觉是的。他有什么具体的临床就是有什么症状吗？你可以用临床这2个字，陈老师，因为真的就是感觉激素啊什么的全不对了。怎么感受呢？什么样的感受到底？就是你心里会无名火。对，听到某些话之后，突然那激素就开始激素上升了就。而且我观察到这一点现象是，这些话可能他们以前老说，但是突然有一年就不行了，就听不得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哟，那你这我还没有，还没到，快了。下次我叛逆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给你说。马上发都注意啊，我要开始叛逆了，我发朋友圈，我要叛逆了。但怎么样才发现自己又过了那个叛逆期呢？因为回首去年，觉得自己太。
不懂事儿啊。太傻了。回首我说，就回首那一年，不是说为人处事啊，只是对待家庭的这种态度，觉得这反常了，这不是真实的我，一定身体的某个激素方面在影响我。其实咱们重新分析一下“懂事儿”这2个字，就我觉得，比如说守规矩啊、讲礼貌啊，不会被形容为懂事儿。懂事儿就是你让渡自己的一些需求，让渡自己的一些权利，方便别人跟你相处。所以就是但凡从小这么长大的孩子，被这么夸大的那个孩子，他的外部反馈就是你一让渡，别人就夸你；你一让渡，别人就夸你。所以他特别容易忽视自己到底要什么，他会优先让你觉得开心。但总忽视，他内心还是有需求的嘛，他还是想赢的嘛，还是不想得0分的嘛。但是他还要反过来想说，老师会怎么看我？他会不会对我失望？对，所以那2股力量冲到那儿的时候，那一刻我觉得他崩了，是他既观察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又依然怕会让别人失望，所以2股劲就顶在一起了。我觉得刚才先旭说的那一年就是一个平衡。你之前有好多年的时间过于关心关系，过于关心周边人的感受，所以中间又有一年，你内心那个自我就跳出来了。对，所以人生总是要有平衡。对，所以有那个平衡阶段，确实是。就还有一个刚才片子里的小细节，就是那个开场白，有一句“我是笑容暖暖的佳宁”，我其实觉得这句话还好。我猜是不是因为那句话“笑容暖暖”。是他们蕊出来的一个，可能不是他一开始是不是没有那么从心？你们有没有在工作当中有特别羞耻的小瞬间？有啊，你看着我，有啊，你想羞耻的瞬间，你看我干什么？坐在你身边，很羞耻啊！我竟然跟徐志胜一块录节目，哎，什么呀？好羞耻！我们刚刚不是还搭档吗？怎么突然又开始搞我了？俊林有吗？有啊，像我们那种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演唱会搞那种古风自我介绍，什么在下，什么成都，什么贺无敌最寂寞。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贺峻霖，人称成都贺无敌最寂寞。那这么说，其实很多演员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。入戏了的话就还好。他们那专业演员还好，我这种不专业演员去拍戏的时候就老尴尬了。什么情节会让你尴尬？我有一回拍那个戏，现在想想都觉得尴尬。他拍我们一个情感一个变化的一个戏，就我跟女主的感情升温的一个戏，就她被人劫持，然后我去救她。我救她的过程中很老套的那种英雄救美，把她救下来，然后在空中转一圈，然后我俩的眼神开始有火花，开始有碰撞出来火花，然后女主就爱上我了。这场戏听着女主比较尴尬，我也替女主尴尬，也替自己尴尬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没发现爱上徐志胜是一件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就需要在空中转个圈儿。NG 了吗？然后快拍3小时，一圈一圈都转晕车了。这倒是提醒我了啊！我在工作中其实曾经有一个很羞耻的时刻啊。我在横店拍《真火神探》刘恒顺的时候，我每天都要路过徐志胜老师的化妆间。我那时候非常想认识他，我很喜欢他，但我很羞耻。我多次想推门而入，然后去自我介绍，我说：“志胜老师你好，我是小胡，我很想认识你。”我足足忍了3个月都没干这个事儿。哦。但是我每天都想这么做。哇。咱俩一会儿试试从空中飘下来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会天天在我化妆间围口。我每次都会跟我身边工作人员说，就是今天了，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能鼓起勇气推开这个门。我只3个月里我只试过1次，那天他们没出工。门在里边是反锁的，推了一下没推开，我说哦，缘分没到。可能全组都去看那个英雄救美去了，看那转圈现场去了。终于要到他们的考核正片上线的时候了，东方新娱乐还有遇见他们表现到底如何？一起来看一看。